他是一名隐形的数学天才，却每天窝在8平米的事务所上班。起初还以为他在倾听顾客的诉求，而实际他竟在查看各种监控，生怕自己新买的小房车被偷。其实这种小客户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九牛一毛，但他还是给老人解决了各种问题。为此，老头为了报答他，就邀请他去自己的农场游玩。然而令老人没想到的是，他竟带上一把顶级 M2 狙击步枪，要击中1500米外的哈密瓜。如此超远的距离，让玩了半辈子枪械的老人竟想都不敢想。可男人却没有丝毫不惧，先通过精密的距离计算，然后调好8倍瞄准镜，对着小手吹上一口仙气，同时这也是他多年的习惯。而如此精准的枪法，让玩了半辈子枪械的老头都震惊。可到了晚上，男人就会躲进房间，并打开嘈杂的金属音乐和强光，用擀面杖碾压自己的小腿，让这种极端的痛苦和刺激，誓死要与病魔抗争到底。然而在这喧闹的环境下，他会想到了小时候，因为自小就患有严重的自闭症，他就和弟弟一同被带到了特殊学校，而妈妈为了甩掉他这个累赘，想直接抛给学校全程管教。可身为军人的父亲第一个反对，认为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治愈他的病症。由于他的自闭症太过严重，常会因一个拼图碎片弄丢，就会不受控制的大喊大叫，导致一旁也患有自闭症的女孩跟着他的情绪焦躁不安。但还好女孩帮他找到了碎片，这才让他恢复了正常。等他要把最后一块复原时，反面的拼图这才得以恢复原样。可即便他是个隐形天才，也遭到了妈妈的排斥，最终还是选择了抛弃父子3人，独自选择了离开。而妈妈的离开却让他再次失控，甚至毫无章法的胡乱打杂。父亲见状赶忙将他抱住，并不断默念起所罗门的童谣。这才让他慢慢的平静下来。可男人除了家和事务所，他还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基地，地处在一个隐秘的仓库里，藏着不仅仅只是一辆房车，还有他的小型军火库，同时还包括这些年赚的所有钱。可在车厢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幅艺术大师杰克逊的名作，价值更是高达2个小目标。然而他之所以会如此富有，都是因为本职工作只是一个幌子。其实他真实的工作是专门给黑帮集团洗钱做假账。这天他接到女管家电话，竟让他去一家正规公司查账，而这家公司专以研发人工智能为主，却不知何时缺少了一大笔钱，所以经人介绍找到了他，希望他能帮助公司查出钱的去向。然而在他的正对面坐的正是公司总裁的亲姐姐，但对眼前的男人却持有怀疑态度。 How long have you been CFO of this company, sir? 15 years. I need the books for the past 15, please. 这突如其来的要求把经理差点气到断气，甚至感觉男人就是个吹牛皮的骗子。但一旁的姐姐却不以为然，反而是对这个酷似蝙蝠侠的男人抱有极大的兴趣，立马答应了男人的无理要求。与此同时，身为金融犯罪科的金主任竟发现，在所有大毒枭的交易中，都会有个神秘的会计师帮助他们完美清洗所有黑钱。而更加奇怪的是，这些大佬还全部被捕，只有那个会计师毫发无损的脱身。同时，这个神一样的男人很快就成了警方的重点调查对象，因为只要能找到这个家伙，就可以找到更多的犯罪分子。为此，他提拔了能力出色的女下属麦迪娜，让她把这个鬼才找出来。隔天，男人正式上班，可刚到科技公司的会议室，就看到堆满箱子的文件，还有一个正在酣酣大睡的女孩。起初他还试图用梦吵醒女孩，结果依旧没有任何效果，无奈只好上前叫醒她。然而女孩也是个奇葩，身为公司刚入职的小会计，竟在一晚上整理出15年的账本，还按照年份依次排列摆放。同时也是他发现了公司资金的巨大缺口，而他为了工作能够顺利，毛遂自荐想和男人一起查账，却被男人一口回绝。因为本就患有自闭症的他更喜欢一个人工作，这让女孩只能尴尬的离开。同时男人也快速进入工作状态，很快便拿出不同的彩笔，分门别类的依次摆放整齐，然后用力吹上2口仙气，对账单总目录进行仔细查阅。通过强大的脑部记忆，在黑板上写出所有账单记录，甚至利用玻璃上的空间整理出所有的细节和问题。仅仅只是1天的时间，他就找出了公司的大部分疑点。这时女主管刚好走了进来，看着满屋子的繁琐数字，内心充满了敬佩。此时男人说出了他的结论，公司一共5个亿的资金外流。当询问是谁动的手脚时，男人却说查账工作还没结束，还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计算，然后再给主管一份完美的报告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第2天再一次回到会议室，却发现清洁工正忙着清理卫生，他赶忙上前阻止，可对方却说前财务经理遇害。这时老总也跑了过来，让男人立马停止查账工作，因为自己的好友昨晚突然死亡，想必一定是与此事有关。可男人还想争取一番，毕竟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，不想因为这原因结束他的进程。然而老板坚决让他离开，这让他十分的难受，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无处发泄。直到晚上回到家，他的情绪开始变得极不稳定，为此把噪音和闪光调到最大，并用擀面杖使劲碾压自己，可依旧无法缓解内心的烦躁，甚至尝试不断敲打小腿，直到将棍子彻底打断，这才让他的症状有所好转。同时也让他再次回想到小时候，父亲为了训练兄弟俩，专门找来一名格斗教练，不仅教导2人精湛的格斗术，还训练他们强大的毅力。只要父亲没有叫停，
教练就必须持续输出，即使打得他们鼻青脸肿，也不允许向教练低头。这或许就是一个父亲该有的样子。第二天，男人前往农场练枪，却不知老人被2个杀手控制，其中一个抓起老太，想把男人引进房子里来。然而老太刚被推到门外，呼喊着男人的名字，结果却没等到他的回应。可在杀手拉开枪栓，却等来的是一枪爆头。另一名杀手赶紧挟持老头，想带着人质提前逃跑，结果汽车还被男人一枪干飞，无奈只好让老头开车接应，逃出这个是非之地。可男人怎么会让他逃脱？杀手还想继续反击，却被老头一把抓住手腕，很快就扭打在了一起。男人见状赶忙追了上去，迅速跳上了皮卡车，一脚踹碎后车玻璃，将杀手直接拉了出来。突然老头一个急刹车，两人就被甩到了车头前。起身后四目相对，杀手亮出匕首，而男人却抽出了一根皮腰带，仅仅只是3拳2脚就把杀手踹倒在地，然后顺着他的攻击一个背摔，再用皮带缠住他的脖子，让他赶紧交代幕后的始作俑者。杀手眼看自己处于弱势，便赶忙掏出一张工作证，一看竟是那个女孩。这瞬间预感到两人被人盯上，气得他直接了结杀手，同时还不忘给老人挥手道别。为了营救无辜的女孩，他给女管家打去了电话，并让她把自己的资料全部抹除，给自己换一个全新的身份。而在另一边，女孩刚走出电梯间，身后就跟上了一个神秘小伙。起初他还不以为然，顺着公寓的方向走了过去，怎料在走廊的另外一头，竟出现了2个搬运工的身影。可当女孩刚开门回到家，一个工人就向她冲了进来，并狠狠将她摁在桌子上，另一个工人也紧随其后。Could have used a small box. She looked bigger in the photo. 还不等两人说完，女孩抓起一旁的炉架甩了过去，并迅速跑向卫生间将门紧锁。此时一个男人出现，他一把抓住外面的帅哥，一个被摔将其打晕，同时掏出手枪将其击毙，紧接着对另一个胡子开枪，并强迫性的补了一枪。然而女孩正遭受工人破门，还想伸手打开房门。女孩见状拿起马桶盖，直接上去了一闷干。然而男人竟假装有人敲门，在工人开门的瞬间将其击毙，同时确认安全后又补了一枪。另一边的工人破门而入，发现了躲在浴缸里的女孩，正准备解决时，却遭到了男人的伏击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卸掉了工人手中的武器。然而面对一招打翻超人的男人，那就不是他可以对抗的，简简单单就将对方打倒在地，顺势还送了一粒金色花生米。原来两人触发了大佬的利益，这才遭到了无情的追杀。 We should go. 很快，他把女孩带到了秘密基地。可就在他换衣服的时候，女孩却发现不得了的东西，竟是一幅价值1个亿的世界名画，还有抽屉里的大块金条。而在另一个房间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。而这一幕吓傻了女孩，她根本无法想象这个营救自己的男人究竟是何方神圣。可男人并没有过多的解释，只是随手拿走一些现金和武器，然后带着她来到一家5星级酒店。然而女孩当了大半辈子的牛马，也从来没有住过如此豪华的酒店，并且住进极度奢华的总统套房。他们坐在沙发上聊天，可男人从不与人袒露心声，却在与女孩讲述小时候的经历时，竟无任何心理负担，甚至内心仿佛是得到了解脱。然而气氛越聊越违和，就差那么一点吃上了嘴子。男人却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他觉得科技公司一定有个内鬼，拿走5亿的同时，又以别的公司名义再投资回来，这样不仅可以完美避税，还能在公司上市的时候狠狠拉升这家公司的股价。可明知道这件事会被查出来，又为何让男人前去查证呢？为此他想找女主管问个清楚，毕竟这是关系到他俩的生死。然而刚到女主管的家，却发现了一个陌生人的身影。眼看这人非常的可疑，他赶忙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，却很快就被对方发现。对方迅速掏出手枪，装好消音器，对着男人就是几枪。等男人再抬头查看时，那人早就不见了踪影。于是赶紧潜入女主管家里，却发现他早已凉透。这时他才意识到，一切的幕后黑手竟是老板。与此同时，一直负责调查神秘会计的麦蒂娜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，那家看似不起眼的会计事务所就是神秘会计师的藏身地。他利用周边的商家进行洗钱，1年收入竟高达上千万。当他把情况汇报给领导老金，而老金却告诉他，所有收益竟捐赠给了特殊儿童学校。为了查出其中的秘密，麦迪娜决定挺身而出，要亲自会会这个奇怪的家伙。然而等他走后，老金却显得心事重重，似乎还隐藏了其他秘密。当他们带人来到了男人的家，却发现附近装满了各种安保摄像头，就连微小的鸟窝里也有，甚至还在客厅窗帘的后面发现了一把众生平等的加特林。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会把如此杀气的武器摆在家？等所有调查员走后，现场只剩下老金和麦迪娜。老金悠闲地瘫在沙发上，并讲起了一个10年前的故事。而故事的主角正是男人。当年他和父亲一同参加母亲葬礼，很快就遭到所有人的猜疑，甚至连家属都不欢迎他们。而本就不太擅长交流的男人，就与他人发生了冲突。由于动静闹得太大，警察竟拔出手枪制止，结果父亲替儿子挡住了子弹，最终死在了男人面前，同时也被关进了一所监狱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一个老会计师，这人专门给黑帮洗钱。很快两人就混在了一起，并在老头身上学了很多会计知识。不仅如此，老头还把自己的资源交给他。等老头出狱后，却在一次与黑帮接头时，竟遭到对方残忍杀害。听到噩耗的男人单枪匹马地干掉了整个黑帮，而老金就是案子的负责人。当时他想建功立业，
结果被男人用枪顶住脑袋。Your name? Ray. Raven King. Who employs you, Raven King? I'm Treasury agent. 男人不仅没有动手，并且还放了老金一马。自从那一次事件之后，他总会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，给他透露各种犯罪集团的洗钱证据。整整10年的时间，从来都没有间断过。他知道这是男人的女管家打来的，而之所以要告诉麦迪娜，是因为老金即将退休，希望让麦迪娜做他的接班人，继续与男人合作。突然，房间里的电话响起，麦迪娜拿起电话，里面果然有个女人的声音。从现在开始，他也正式成为了他们的合作人。然而在另一边，老板找来了一群雇佣兵，把整个别墅围得严严实实，因为老板知道男人一定也会找到这里。果然一声枪响，门外看守的小弟已经爆头，正是男人前来开始收割。很快又一个应声倒地。为了应对男人的狙击大炮，神秘男命令手下一起冲出去，这样他们才有反击的机会。于是两人丢出2个烟雾弹，然后趁着烟雾扩散的机会冲出。原来男人早已更换轻步枪，对着几人精准扫射，在轻松地解决了几人后，悠闲地躲进掩体更换弹匣。此时一名小弟想抓住最佳时机，对着男人疯狂扫射，怎料他突然冲出，干净利落地解决此人。待场外清理完毕后，他又爬上楼梯，刚进入走廊却被小弟伏击。虽然自己也身中一枪，但还好穿了防弹衣没有受伤。此时老板焦急万分，让神秘男赶紧解决这个怪胎。可他却十分淡定。此时男人正与小弟们对战，仅仅1个回合连击，就轻松地解决了3人。此时楼梯的胡子哥想偷袭，却被男人一把抓住，开完几枪后，又被他一个翻身跳下楼梯。等男人再一次爬起，一人想趁机秒杀，结果让男人快速拿枪解决。还不等他喘气，胡子哥又跑来近身格斗。眼看自己不是对手，男人赶忙掏出一枚手雷，趁机塞进他的衣服里，直到彻底爆炸后，他才解决掉这个难缠的对手。随后他用绷带绑住大腿根，嘴里开始念诵起所罗门童谣。怎料神秘男惊恐地看着男人，嘴里也跟着念了起来。What is this? 原来他就是男人的弟弟。此时一个小弟冲出，对着男人就不断射击。弟弟赶忙让他停止行动，可他根本不听，无奈只好射杀了自己的同伴，这让男人都看傻了眼。等他再一次转头看去，这才得知自己的弟弟竟也在这里。他疲惫地走了出来。起初弟弟还十分的激动，但很快又变成了愤怒。他一把抵住男人，质问他当年为什么要带父亲去母亲的葬礼？明明是他抛弃了父子3人，假如那天带着自己一起去，他绝对不会让父亲惨死。瞬间将所有的怨气宣泄出来，而心怀愧疚的男人只能默默承受弟弟的怨气。但很快他开始清醒，一把摔倒弟弟，这才让2个人彻底冷静。然而在屏幕外的老板都看傻了，想必自己雇佣的人要反了自己。还不等2人闲聊太久，老板就开门跑了出来，不断责怪2人的所作所为，这让男人不想听他唠叨，直接举枪解决了他。最终所有的事情全部解决。事后2人再一次回到特殊儿童学校，正好有个刚进来的男孩，他走进了一个神秘的房间，可墙上挂的却是男人当年拼凑的那张拼图，而床上坐着一个女孩，她既不通障碍也不说话，但她却是个会用电脑的顶级黑客。然而在她书桌旁正悬挂着一张小时候的照片。